今天我们来聊聊马斯克和他招聘时常用的2个问题。据说他面试新人时，只问2个问题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更有意思的是，借由这2个问题，我们还能讨论一个经典话题：智力和性格哪一个更重要？别急，让我们一步步揭开这个话题的神秘面纱。首先，我们得知道马斯克到底问哪2个问题。想象一下，你坐在马斯克面前，紧张地准备回答各种高深的技术题，结果他却轻松地问你，请告诉我你的故事，你一路上做过哪些重要的决定，以及为什么你会做这些决定。这就是第1个问题。没错，他要听的是你的人生故事。面试一开场就聊人生经历，这风格够特别吧？大多数老板面试只关心学历、经历，或者直接考你某项技能，但马斯克反其道而行，让你从自己的成长谈起。别小看这个开放式问题，里面大有文章。我们等会儿再来细说它的奥妙。接下来，马斯克的第2个问题通常是告诉我一些你处理过的最困难的问题，以及你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听清楚了，不是问你学过什么理论，也不是让你现场做题，而是请你讲一个解难的实战案例。你要描述你曾遇到的难题，以及整个解决的过程。这问题看似寻常，其实别有用心。马斯克说，他通过这道题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吹牛。想象一下面试场景，你说你曾成功研发过一项新技术，马斯克饶有兴趣地追问，当时最大的技术瓶颈是什么？你具体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中间有没有碰到意外状况？如果你真刀真枪干过，这些细节你如数家珍。比如当时我们的电路板频繁过热，我发现是散热片设计有缺陷，所以我最终解决了问题。听到这种具体而有逻辑的叙述，面试官会点头，这人确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如果你其实只是在一个成功项目中跑龙套，对关键技术一知半解，或者你根本在吹牛说你做过某事，那当马斯克深入问下去，你就会卡壳，可能你只能泛泛而谈。困难肯定有，我们就团队一起攻克了，最后成功了，却说不出关键细节，或者回答前后矛盾。此时老练的马斯克马上就能嗅出不对劲，他直言，假如有人实际上没做过某事，却声称是他做的，那他基本马上就会在这个问题上败下阵来，因为真实经历过的人脑中有完整的记忆和知识框架，说起来头头是道，说谎的人只能打高空，经不起挖掘。值得一提的是，马斯克这种通过讲解决难题来识别真才实学的方法，其实有科学依据。在心理学上，有一套所谓不对称信息管理技术的技巧，核心就是鼓励被询问者提供尽可能详细的叙述。研究发现，诚实的人愿意也能够提供更多细节，因为那些经历真实发生过，他们回忆细节相对容易。反之，说谎的人往往倾向语带保留，不敢过多细节，或者编不出一致的细节来，因为说谎需要额外负担脑力编故事，一旦细节多了，谎话就更难自圆其说。因此，多问细节是一种提高区分真假的手段。马斯克显然深谙此道，他没有像某些公司那样用复杂的脑筋急转弯考题，虽然他年轻时也喜欢出谜语考人，而是用求职者自己的经验来考笑他们，这样既测出了实际能力，又顺带验证了真诚与否。聊完马斯克的2道面试题，或许你心中也开始思考，在现实中，一个人的智力和性格究竟哪个更重要？马斯克提出的问题其实把这2方面都考察到了，既看你脑子好不好使，又看你这个人靠不靠谱。但如果硬要比较孰轻孰重，答案可能是情境不同，二者权重不同，但缺一不可。先说在工作职场中，这常被视为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尤其在像 SpaceX、Tesla 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如果没有过人的专业能力和学习智商，你根本无法胜任研发火箭、打造自动驾驶这类艰深工作。事实上，许多研究都指出，一般而言，认知能力，也就是智力，是预测工作绩效的最有效指标之一。换句话说，聪明的人在很多工作上就是比较容易上手，效率高，创新多。马斯克本人显然也深信这一点，不然他不会把难题之问作为面试重头戏。他甚至曾表示，招聘时不要求学历，只要能证明你特别厉害就行，
不用一定要有大学文凭，哪怕高中没毕业都无所谓，只要有卓越才能的证据。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能力天分的重视远超头衔背景。在他的观念里，公司就像一支要争冠军的球队，只有网罗世界上最顶尖的选手才能赢得比赛。因此他在招聘上格外挑剔，要找的就是那些 IQ 在线、解难能力超群的人才。然而，光有聪明头脑还不够，在现实团队合作中，性格和态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性格涵盖很多面，诚实、正直、勤奋努力、抗压性、团队精神、沟通能力等等。想象一个场景，如果一个人极为聪明，但性格桀骜不驯、自私傲慢，缺乏诚信与合作精神，那么再高的智商可能也变成负资产。团队中谁愿意和这样的人共事呢？他可能制造内耗，甚至引发重大决策失误，因为他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相反，一个人也许智力平平，但踏实可靠，乐于助人，责任心强，那他在团队中反而能成为粘合剂，弥补自己能力上的不足，和大家一起把事情做好。毕竟很多工作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团队接力赛。在真实的企业管理中，聪明和品性都重要，但许多领导者开始意识到，人格不合适的人哪怕再聪明，也可能对组织有害。我们常听说一些公司坚决奉行不让天才混蛋破坏团队的原则，宁可不录用那种能力超强但脾气极差的人，毕竟一颗老鼠屎可以坏了一锅粥。同时也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一切，强调的就是性格和心态的重要性。那么马斯克是怎么看的呢？有趣的是，他其实把智力和性格的要求结合在了这两个面试问题中。一方面，他用难题问题筛选智力超群、解决问题能力强的人；另一方面，他通过人生故事和对细节的追问，观察你的态度和诚信。他要求员工既要聪明，又要勤奋坚韧、实事求是。在 SpaceX 创立初期，据说马斯克亲自面试了最初入职的3000名员工，他白天忙于研发和管理，晚上周末还见一批批候选人，亲自把关每一个新成员。他挑人有几条铁律：必须聪明，必须肯吃苦，绝不容忍混日子的南郭先生。他曾把硅谷公司比作职业运动队，认为需要招募全球顶尖人才才能赢得冠军。他直言，外面庸才一大堆，真正有料的人没几个，我基本15分钟就能看出来，跟我共事几天肯定能识破真假。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识人能力颇有自信，也宁缺毋滥的只想要又聪明又靠谱的精英。当然，我们在一般工作和生活中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当成马斯克那样极端筛选，但他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启示：智力决定了你能做到什么程度，而性格决定了你是否会去做，以及如何做。简单说，智力让你有解题的工具，性格决定你会不会善用这些工具，还有你在人生道路上选择什么方向。真正优秀的人往往是智商情商双高，也就是 IQ 和 EQ 都在线，缺一边往往就限制了发展的上限。深入一点讲，马斯克这套两问辩才其实符合现代招聘的行为面试理念。传统面试喜欢问一些假设性问题，比如如果你在团队冲突中会怎么做，或者出一些刁钻脑筋急转弯考机智。然而后来很多人力资源专家发现，与其听求职者空谈假设，不如让他举例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因为一个人的过往行为往往是未来表现的更好预测指标。马斯克正是用了这种方法，他懒得问如果遇到难题你会怎么办，10个人有9个会说我会努力解决，这种场面话没有意义。他干脆问你实际遇过的难题是什么，你怎么解决的。透过真实案例来考察，你说的每一句都可以对照事实经验，不容易胡吹。另外，叙事式提问让面试者放松下来聊自己的经历，也能得到更多信息量。比起生硬地一问一答，让人自由讲故事，人们往往会提供更丰富的细节，不论好坏都泄露出来，反而更容易看清一个人。例如，你在讲述一段经历时，可能不经意透露出你的处事风格，是喜欢独挑大梁，还是会主动协调合作？你的心理韧性遇到挫折时是放弃还是迎难而上？甚至你的价值判断面对道德两难时如何选择？这些是传统简单问答很难覆盖到的。马斯克的问题其实给了面试者一个发挥空间，
同时他作为聆听者，从中快速抓关键点，判断是否符合自己的标准。我们还可以推测，马斯克这两问一方面在测能力，一方面也在给求职者一个好机会去展示自己。一个踏实有才干的人，也许不擅长吹嘘，但在这种问题引导下，他可以把自己真实的优点表现出来，因为他终于可以畅所欲言，讲自己的项目细节、人生理念，而不用担心被认为自我吹捧。马斯克自己创业多年，知道简历上一堆头衔、学校不如一个个故事真实动人，所以用这两问既挖掘出隐藏的高手，也避免被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人蒙骗。聊到这里，我们不妨发散一下思维，马斯克这套2个问题看穿你的方法，难道只能用在招聘上吗？如果我们把类似的提问用在交朋友、谈恋爱、找合作伙伴上，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想象你和一个新朋友见面，对方突然问你，嘿，讲讲你的故事吧，你人生中做过哪些重要决定，为啥做那些选择？这场景或许有点出其不意，平常朋友聚会很少，一上来就聊人生抉择，大多数人先聊吃喝玩乐、小趣事。但假如真的有人这么问，也未尝不可。你可能会愣一下，随即发现对方对你真的很好奇，想更深的了解你。如果你乐意分享，那这话题一下就把聊天拉到了更深入的层次。你们不再停留于表面的爱好寒暄，而是开始探讨彼此人生路径上的重要瞬间。这种交流很可能让2个陌生人更快产生连结，因为我们往往通过分享人生故事来建立理解和信任。很多深厚的友谊就是从彼此掏心掏肺讲故事开始的。再来看谈恋爱，如果约会时对方问你，你这辈子遇到过最困难的挑战是什么？你是怎么挺过来的？你会怎么想？也许有点吓到，第一次约会就问这么深的问题，感觉灵魂拷问。但是仔细想想，这问题其实非常有意义。2个人若要长久相处，彼此的价值观和抗压能力是重要因素，而一个人如何面对人生中的大挑战，正是了解这2点的最佳切入点。如果对方愿意坦诚回答，分享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和如何度过，那你不仅更懂他的性格，也会对他的坚强或脆弱有更真实的认识，说不定双方因此更欣赏彼此，感情迅速升温呢。当然，也可能有人不愿这么快触及内心深处，觉得太唐突，所以把面试问题直接搬进约会场合。要看对方场合氛围，别一上来吓跑人。但是在适当的时机，比如关系进展到一定程度时，相互分享各自生命中的难题和抉择，肯定能加深理解，增进感情。在商业合作关系中，其实也类似。想辨别一个潜在合作伙伴是否可靠，你或许也会问问他以往的经历，特别是遇过的挑战。创业者见投资人时，经常被问到你最大的挫折是什么，学到了什么。这其实就是在测创业者的韧性和诚信。朋友合伙开公司，在彼此还不是特别了解时，最好也交换一下各自的人生故事，了解对方过去做过哪些决策，为人处事如何，有没有曾经坑过队友，还是讲义气肯担当。从1-2个故事里多少能看出端倪，起码比看表面履历更真实。总的来说，把马斯克的这种挖故事方法用在其他关系上，可以更快地摸清一个人的底色，但要注意方式和尺度。在工作面试场合问这些是理所当然，双方都有心理准备。在日常社交中，则需要更委婉自然的引导。例如，先分享自己的故事，对方通常也会开始讲他的，互相交换人生经历，往往让友情或爱情走得更深更稳。在我们探讨这2个问题的同时，也穿插一些马斯克用人的小故事，让话题更丰富有趣。前面提到，马斯克不太看重学历文凭，更注重实际和成就。他曾在公开场合半开玩笑地说，大学对于学知识来说不是必须的，他自己就是靠狂啃书自学成才。对他而言，学历只是证明你能承受无聊课程的能力，而不是证明你有真正解决问题的才华。因此在特斯拉和 SpaceX 的招聘公告中，常能看到不要求名校背景，只问你能做什么。这种态度让不少没高学历但有真本事的人得到了机会，也符合他求才若渴的风格。马斯克还有一个经典趣闻，早年面试工程师时，他喜欢出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考对方。你站在地球表面，往南走1英里，再往西走1英里，
再往北走1英里，结果回到了起点。请问你在哪里？这其实是一道著名谜题，答案之一是北极点。据说马斯克特别爱用这题来考察应聘者的思维跳跃性。如果对方能答出北极，说明基础不错；要是还能想到南极那层，说明思考非常缜密有创意。不过，据后来不少前员工分享，随着公司发展壮大，这类智力谜题在面试中已经没那么常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更贴近工作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马斯克更重视真实经验和能力表现，而非纸上谈兵。另外有件事很能体现他的用人哲学。马斯克在 SpaceX 创办早期招聘时近乎偏执的把关。刚才提到他亲自见了前几千名新员工，其实连一线技术员、清洁工他都要面一面才放心。这导致他经常工作到深夜，白天忙研发，晚上连轴面试。但是他觉得值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出一支特种部队式的团队。相比一般企业凑人头求规模，他追求的是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整个团队精悍如虎。这点从 SpaceX 和 Tesla 的人才密度就能看出来。虽然工作强度疯狂，但很多顶尖人才仍趋之若鹜，因为和一群能力爆棚又拼命认真的人共事，本身就是人生难得的刺激体验。当然，马斯克的高标准也带来一些争议和趣味谈资。有人说，在他手下工作压力山大，一不小心就可能被炒鱿鱼，因为他绝不容忍懈怠和错误。有段子调侃，如果马斯克问你那2道面试题，你回答的不够令人信服，可能当场就会听到他经典的 "You're fired"， 你被解雇了。尽管这只是玩笑，毕竟面试没录用谈不上解雇，但从侧面反映出他对人才要求之严苛。也有人戏称，在马斯克麾下，上班就像在宇宙军训，能熬下来的人都是超人。不过话说回来，正是因为他这种激进疯狂的用人和待人方式，才成就了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业。民营火箭成功回收，电动车引领风潮，卫星互联网遍布全球等等。如果没有一批又一批志同道合又能力非凡的人才和他并肩战斗，再宏伟的梦想也无法靠一人之力实现。所以从结果看，他的团队为什么牛人济济是有原因的。入口处就2道筛人试题，加上后续的严苛文化，双重选择之下，最后留下来的确实几乎都是高手。总结一下，马斯克招聘时只问的2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玄机暗藏。通过让你讲人生故事，他观察你的性格、价值观和思考方式；通过让你分享解决难题的经历，他衡量你的智力才干和诚实程度。在这短短的交流中，他试图全面描绘出你这个人，既要脑子好，又要靠谱。智力和性格到底哪个更重要？也许正如我们讨论的，两者不可偏废。聪明而无品，容易走偏；厚道而无能，寸步难行。马斯克用简单的提问将二者结合考察，这点无论对招聘我们识人都很有启发。他提醒我们，一个人的能力不仅在于会做事，更在于他选择做什么事，如何对待他人。最后，把马斯克的做法放大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当我们结识新朋友，挑选合作伙伴，甚至只是想更了解身边某个人时，不妨试着像马斯克一样，多听听对方的故事，聊聊他们解决过的难题。从这些分享中，我们也许能更快看到一个人的真正水平和品性。而我们自己，与其在履历上写下漂亮空洞的形容词，不如去创造几段值得讲述的精彩故事。因为终有一天，无论是在面试官，还是在朋友爱人的面前，我们都要回答属于自己的人生考题。到那时，愿我们都有底气说出令自己骄傲的答案。